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先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了。那觀眾朋友希望跟我們互動，留言寫下，可以寫思敏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回復。那麼同樣的呢，在你寫下留言的時候，按下留言鍵的時候，其實大家會看到這個熱推鍵。如果有看到，幫我們按下熱推鍵；如果沒有看到也沒關係，留言區也可以寫下熱推，幫助我們增加國際的能見度。今天的節目大主軸，我們會放在伊朗的飛彈打出了談判桌。今天特別來關心到川普這一句話，真的是耐人尋味。他說認了德黑蘭是有權利擁有飛彈的，到底怎麼回事？這時候以色列真的是氣炸了，但是也沒有用，因為確實現在伊朗方面掌控比較高的主導權，不管是荷姆茲海峽石油、金流，全部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今天就這些議題會深入的一起來做探討。首先歡迎到場來賓，歡迎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一樣哦，我們有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也會請我們的來賓一起來幫我們特別做回復。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句話，川普呢，其實這一次是在公開的場合，也就是在 G7 的時候，講到美伊戰事，竟然講了一句話，震驚全場。他說，伊朗可以擁有飛彈。他說，從長期為什麼這個川普的態度從長期的封鎖到現在立場大轉變呢？這當中是不是被現實給逼到讓步了，導致他只好戰略重置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其實呢，我們看到美伊戰事到現在沒有辦法真的平靜下來的重點原因，就是在納坦雅胡了。范斯這時候受不了了，他跳出來痛批納坦雅胡仍然持續的強硬的推進黎巴嫩。接下來，華府對以色列的耐心還有嗎？甚至有沒有可能用一些方法來逼以色列收手？比如說切斷對於以色列長期的軍援，或者是卡以色列的武器來逼以色列收手呢？有沒有可能這麼做？最後會來關心到的是，我們剛剛提到了伊朗現在打出了各種的談判的籌碼，不管是荷姆茲海峽，不管是有關於石油問題啊，還有這種經費的重建，他也拿在手中。可以解讀伊朗真的贏麻了嗎？今天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來看到的是這一次美伊的協議簽下去，真正炸鍋的、最緊張的，現在恐怕就是以色列了。因為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川普在 G7 當中說的，來看到細節，他說呢，伊朗必須擁有一些飛彈。因為呢，其他國家也有啊，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它可以有飛彈，為什麼伊朗不能有呢？他還說，飛彈不是問題啊，它是不會炸毀整個地球的。這一句話震驚了全場，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數十年來，甚至在這一次的美伊戰事，為什麼要打的一個核心的關鍵之一，也是因為伊朗的飛彈長期被美國跟以色列視為中東的最大危機。如今川普的態度大轉變，大家就在看說，是不是因為打伊朗的代價實在太高了，高到川普無法忍受了。包括我們看到在這一次的戰事當中，美國承受的包括了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基地遭到襲擊， F-35被擊中，阿帕契還有 MQ-9死神無人機被打下來，連他的盟友這一些波灣國家也受到非常大的打擊，包括了飛彈的攻擊等等，所以川普真的是撐不下去了。那麼我們看到伊朗的外長也最新喊話了，他說飛彈也是特別提到了飛彈哦，他說是拿來發射的，不是拿來談判的，這話說的非常的強硬。那麼現在呢，以色列他也非常的焦慮了，尤其是美伊雙方簽的這個協議，以色列是沒有角色在這當中有任何發言權的。我们來看到范斯最新也痛批了納坦雅胡，他說呢，川普啊現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同情以色列的偉大領導人。還說呢，以色列大約你們有2/3的防禦武器都是我們美國製造，美國納稅人錢替你們買單的。言下之意就是說，是不是呢？美國有可能收手對於以色列的武器的提供呢？是可以這樣解讀嗎？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好，我們先來看到川普從限制對於伊朗的飛彈，到現在說，這個伊朗也可以擁有飛彈，這話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一個轉變？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部分持續的推進在黎南地區的這個進攻哦，那麼已經惹怒了范斯跟川普，美國會不會乾脆放手呢？就讓以色列自己去對付真主黨，甚至讓真主黨去
打這個以色列，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張將軍怎麼看？因為伊朗這一次他的整個跟美國還有以色列之間的戰爭，這38天來看，這伊朗他有發揮的他3個特色。第一個，伊朗的戰場經營是行之有年，經過40年的經濟制裁跟武器禁運，伊朗他就做戰場經營，他利用他的地形，將這些武器裝備重要的地下化、山洞化，讓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國對伊朗的這方面的攻擊戰損相對的有限，這樣子呢，伊朗的戰力保存就達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它會有後續的報復，就是這個伊朗所說的真實承諾，一批一批的打了100波次。發現那這不是被以色列跟美國炸得差不多了嗎？甚至川普還講說已經毀掉伊朗90%的戰力，那結果沒有90%啊。這一波一波的怎麼算？那90%只是川普說的，那真正的情況，表示說伊朗的這個戰場經營是行之有年，而且有相當的成效。第二個，伊朗他敢打，他敢報復。今天大家對不管是以色列或美國對伊朗打的，伊朗就去炸，他總共毀了美國在這個中東地區駐軍的，不管是科威特、阿曼。還有這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還包括了巴林，整個地區總共擊毀了，對，擊中了228個軍事目標，所以他的報復能力是有的。那他敢打，他不怕，因為攻擊是最佳的防禦，不能一直防，你防那別人的基地都好啊，繼續起飛，繼續炸你，那你怎麼辦？一報復把它炸掉嘛，炸掉就是打仗就是要毀掉敵人的有生戰力。所以他一定要實施報復，一定要實施攻擊，以攻代守，這是伊朗做的。我們知道這個戰略決策非常的明確。第三個，伊朗他不怕打，他繼續打吧，你要不要繼續玩？他繼續啊，沒有說這個38天打完了，美國如果要繼續動，那繼續動什麼？你如果美國小動，那伊朗小報復。那如果美國大動，那伊朗也要大報復哦。伊朗都是這個我們講的對等報復，都是這樣。換句話，他不怕繼續打。他不會說這個38天打完了，他自己就有所禁止，所以有所限制。所以美國沒有一擊奏效，沒有一鼓作氣。美國過度樂觀，讓伊朗這方面有了底氣了，沒有讓伊朗在戰爭意義上屈服，所以伊朗在後續的談判就能跟美國分庭抗禮，而談出這個對伊朗比較有利的 MOU 諒解備忘錄。好，我們看到伊朗有各式的底氣哦，所以現在呢可以跟美國來做這個談判。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呢，美國想要停手，關鍵點也是以色列的部分要停手啊，因為我們知道呢，這個以色列呢持續的對黎南來做推進。那剛剛講了嘛，不管是川普或者是副總統范斯都非常的火大，要求以色列停手。但是呢，美國可以怎麼讓以色列停手呢？会停止對以色列的軍援當作是一個卡關的一個手段嗎？那另外一方面，納坦雅胡真的也願意停手嗎？一方面他還要面臨國內的這個官司、貪污的官司壓力，那他有沒有可能為了延續政治生命繼續打下去？有沒有可能？那厲將軍怎麼看？川普終於認清了納坦雅胡是一個渣男，是一個騙子。這個原來這個。跟伊朗是在2月26號的時候，在瑞士日內瓦談判的時候，其實以上的台院都談得差不多了，就沒想到2月28號，我們都知道那天川普突然被納坦雅胡騙了進去打了這場仗。好，我們聯手來把伊朗推翻掉。我們現在斬首作戰，我有最新的情報，他們今天所有高層都集中在那邊開會，我們一口鬧把它炸掉以後，伊朗政權就推翻掉了。川普一聽，有道理哦，這麼好的一筆生意，那當然就加入一打。好，打了1個月以後，我們現在回頭來看這個月過程是怎麼樣？不是都美國在打嗎？戰損都是美國在付出的啊。以色列有什麼戰損？美國光戰機包括到無人機，總共被毀掉了45架大概我算過，大概45架。那美國從這個韓國這邊調動它的薩德系統、愛國者去協助伊朗防衛。總共打了200多枚，為了防衛以色列，美國打了200多枚的愛國者導彈。那以色列自己打了幾枚呢？他大回頭是打不到100枚，那是不是美國在保護以色列？都是美國在花錢。再來，我們講美國所付出的代價有多少？我們現在不管是川普自己面臨的國內的通貨膨脹，包括他們自己在波斯灣地區的基地都被打了。那攻擊型的武器，他打了更多，花了多少錢？
光戰斧型巡弋導彈一枚要300萬美金，美軍我算了一下，他大概打了900枚，之前說850，後來那天又補了49枚，將近900枚，一枚300萬。美國花很多錢去打的這場仗，動用了2艘兩個核母戰鬥群。那試問一下，大家回頭去看，伊朗有什麼戰損？伊朗好像沒有什麼戰損了。伊朗現在急着就是想要把美國再拖入這場戰爭裡面，讓他不要脫身。那納坦雅胡為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嘛？這場仗只有繼續打下去，他在避免他的這種貪腐的官司在自己國內受損，他可以借着國內還在戰爭的這個理由來延續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我覺得這次川普很清楚看出來納坦雅胡他的目的嘛。那你現在繼續在那邊，在黎巴嫩南邊那邊繼續發動這場戰爭，來這個讓我沒有辦法跟以色列來進行所謂的和平的和談的協議哈。所以那當然川普會非常的生氣。所以我覺得這場戰爭很明顯看得出來。川普就從這場戰爭裡面，他也看清以色列的這種納坦雅胡就是一個渣男，就是一個騙子，陪他去打這場仗，害他虧了這麼多。好，那我們也來看到說，那美國沒有辦法停手，因為有以色列嘛。那所以呢，我們現在也看到說，那美伊現在雙方要簽這個 MOU， 到底對誰比較有利？因為也有外媒直接說這個伊朗是贏麻了，真的可以這樣子形容嗎？我們稍微來看到一下，這一次呢，這個協議簽下去之後，可能有許多的條件是對伊朗相當有利的，尤其是在經濟這一方面來看到的石油的部分，接下來一旦恢復在戰前的這個出口量的水準的話，伊朗年收入可能就会突破600億美元，這是來自於最新的估算，換算新台幣1.9兆元。另外呢，超過100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伊朗的海外資產會被解凍。再來就是美國這邊上次我們提到了承諾說3000億美元要幫助伊朗做這個重建的計劃，伊朗也可以拿到。再來就是荷姆茲海峽在前60天免收費，但是從這60天之後就會轉為制度化的收費制度。現在呢，不只是外界批評川普，我們看到許多的共和黨員也非常的不滿川普，認為他是巨大的外交政策失誤。當然了，川普是不會承認的。他回應說：“我不想成為胡佛，讓戰爭拖垮經濟。”等於說，他現在也承認了，美國現在內部面臨非常嚴重的，不管是石油啊、股市啊、通膨、經濟的各式問題。漢庭怎麼看？這個哪有那麼容易去拿捏川普呢？你看川普在其他的 G7 國家有給任何人好臉色嗎？沒有嘛，終歸還是實力原則。那全球都看懂，就是美國輸了。今年呢，在我們農曆年來說叫丙午年，所以美國簽的就是丙午條約，甚至呢，這是美國簽的一份悔過書。你看這川普過去多囂張狂妄，把我的世界當中沒有國際法啊，除了我的意願、我的拳頭之外，沒人可以約束我。但是現在 MOU 的第一段文字，美國自此承諾不再對彼此發動任何戰爭或軍事行動，也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脅，連威脅都不可以。所以美國已經退讓到不能再退了，而且也正式宣告，自從1979年之後啊，美國大概每一個總統都有打伊朗跟滅伊朗的夢，現在也正式告吹了。所以美國呢，不僅說不要去摧毀伊朗的導彈，川普還說可以擁有飛彈，也要同意解凍伊朗的所有的資產，還要再送上3000億美元重建。不管川普怎麼解釋啊，這個不是賠款啊，那這也不是美國的錢啊，是別的國家要出錢啊，那把它包裝成投資啦、重建啦，刻意淡化賠款。但是根據 MOU 的內容和資金的用途，事實就是你美國為了要結束這場戰爭，補償伊朗的損失，不得不逼迫你的盟友，然後來投資3000億美元。你就是以重建之名來行賠款之實嘛。所以美國花了750億美元對抗伊朗，然後又花3000億美元重建伊朗，為了啥呢？就是為了要開放荷姆茲海峽。那在戰爭之前，它本來就是開放的，所以我們還是要講回那句話，就美國帝國主義啊，就不講理，凡是能不講理的地方一定不講理，如果能講一點理，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讓我感慨，老美的衰退速度真的堪比光速，能夠打仗打到讓老美賠款，這在我小時候幻想中覺得應該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沒想到2026年就實現了，而且還是伊朗讓它實現的。那當然未來呢，你說這什麼3000億啊，會不會完整的兌現啊，或是能不能兌現一部分，這不知道。
但不管怎麼樣，只要是白紙黑字寫在條約當中的，還簽字了，這個錢最後來多少都不重要，因為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面子跟裡子都輸光了。要知道神是不能流血的，神全能的神，世界的燈塔，然後呢，这個了不起的美國霸權，現在呢竟然已經在正式對伊朗吞下苦果跟慘敗。一旦美帝走下神壇，就是美失其路，天下共逐之。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中美對抗，中國大陸的東風26對上美軍的暗鷹飛彈，這個叫做關島殺器的這個暗鷹飛彈，等一下來做一個比對哦。中美決戰在第2島鏈嗎？另外，我們知道中國大陸近期封鎖對於日本的稀土，一劍封喉哦，川普救得了日本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一起在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美國救得了日本，那麼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救不了，留言寫2。好，我們今天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川普才剛跟伊朗簽署完 MOU， 下一步現在大家在關心下一個戰火會不會轉向太平洋呢？因為呢，來自於美國的媒體《華盛頓郵報》的最新爆料，太平洋的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羅希望呢，國會啊，美國的國會趕快批准新一筆的預算案，這筆預算的金額非常高哦，高達了1220億美元的一個金額哦。那麼這樣子的一個預算呢，部署會是全新的武器跟作戰的一個能力。計劃的事情就是在第2島鏈的樞紐，也就是關島這邊，他希望部署2個飛彈系統。第一個飛彈系統是提豐的飛彈系統，第2個飛彈系統是暗鷹極音速的飛彈系統，希望把關島這邊呢打造成一個飛彈的堡壘，可以直接打擊的是中國大陸的本土。我們剛剛講到的是這2款的飛彈系統，趕快來看到他們各自的小檔案。第一個系統就是提豐的飛彈系統了，可以發射戰斧飛彈，最大的射程現在落在2500公里，可以打擊中國大陸的沿海地區。第2個飛彈系統，也就是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這個暗鷹了，它叫做這個關島殺器。關島殺器呢，它的功能包括15到20分鐘之內可以打擊1000里之外的目標。現在說最大射程高達了3500公里哦，而且呢，飛行速度最高是可以超過5馬赫的，射程直接覆蓋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多個城市、多個地區。那麼再來，中國大陸也不是吃素的，也準備好了相關的飛彈要來應對美國。五角大廈現在得到的情報顯示呢，大陸光是這個東風31呀，已經有百枚了，而且是直接對準美國本土的，直接構成威脅。當中來看到2款，第一個就是東風26了，最大射程5000公里，而且是核常兼備的，可以直接攻擊美國的關島基地，已經直接到第2島鏈了。再來就是東風31飛彈了，最新改良版本，最大射程已經高達了超過13000公里，可以全面的覆蓋住整個美國本土，同樣是可以搭載核彈頭的。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美軍現在把關島這邊打造成一個飛彈的堡壘，足夠對中國大陸造成威懾力嗎？尤其我們剛剛也看到了東風系列也都出來了，將軍怎麼看？首先我們要看美國在這個西太平洋的一個戰略哈。原來所謂的印太戰略，也就是這個川普在第1任8年前所提出來的印太戰略，但是在前2天他將它改為只有恢復到原名，只有太平洋戰略。很明顯的，美國是在做戰略的收縮哈。那這如果再搭配美軍這個揚言，川普揚言要從歐洲、北約這邊哈也要撤軍。看得出來哈，美國實力已經不足以再擔任世界警察的角色，他必須要做戰略收縮哈。我這邊又要再講一句這個《孫子兵法》講的話，《孫子兵法》講了一句叫做“守則有餘，攻則不足”。也就是說，你採取守勢的話，你當然才有充餘裕的兵力去從事守勢的任務。如果說你一味想要去進攻來講的話，你的兵力很顯然的是不足。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是在全世界
做戰略收縮的這種方式哦。那在太平洋這邊也是一樣，它收縮到哪裡呢？我覺得很遺憾的哦，它不是收縮，它已經收縮退到第二島鏈，它不只是第一島鏈。我們在搭配上前一陣子這個高市早苗，日本高市早苗講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且高市早苗一再的放話哈，要賣武器，包括給菲律賓。等於說是他替美國擔負起第一島鏈防衛任務。那很明顯的，美國自己就退到第二島鏈去了嘛。第二島鏈是哪裡？是關島。那現在帕帕羅哈，我覺得他要了這個錢1220億，這個其實是一個天價哈。這個為什麼他會要到這麼多錢呢？可見得他受到的軍事威脅是很大，所以才要這麼大一筆的預算經費。我跟各位報告哈，明年度2026年。跟着今年2026年的話，美國整個國防預算經費是8926億。那你想想看，它有可能用光一個太平洋司令部就用到1220億嗎？那美國還有沒有其他的，包括軍人的心想要發，包括歐洲戰區，包括其他的武器要發展？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你就從這個他要到這麼一個天價的數字，要在太平洋這個司令部要這個做關島的各項的防衛設施，就可以感受到哈，帕帕羅在關島這個地方，他感受到的軍事威脅會有多大哈？那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東風26，東風26有一個外號叫關島快遞，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知道嗎？美國現在這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在他就任的時候，他就講過一句話：在第一島鏈一打仗啊，那不得了，那這個解放軍的超高音速導彈就會將我們航母擊沉了。所以他們現在希望在第二島鏈這邊建立所謂不沉的航空母艦，以這種概念退到第二島鏈，第一島鏈交給日本來防衛哈。那在第二島鏈這個花那麼多錢去買很多公路的武器，它總共公路武器要用到多少錢呢？我跟各位講哈。他用飛彈就是要打到中國內陸的飛彈，要花647億，這是多大一個天價？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180億是癱瘓這個解放軍的直管通訊系統，還有150萬做太空這個監偵的這種預算，最後還有32億是做海空的無人機。那我剛剛講的，它這個新的飛彈叫什麼？叫暗鷹哈。它原來有的這種提風系統用的是戰斧型巡弋導彈。我們都知道，戰斧巡弋導彈在這個伊朗戰爭的時候，它總共打掉了900多枚，每一枚造價就300萬。那時候我們就講美國好大的手筆，花了好多錢。你知道暗鷹一枚多少錢？是很不錯，它的速度可以到達5馬赫，射程可以到達3000公里，確實是可以打到中國內陸地區不錯。可是它一枚造價要到1500萬美金，是這個戰斧型巡弋導彈的5倍的價格。是。那我算了一下，如果說以這個伊朗戰爭，這個美國對伊朗總共發射了900枚的戰斧型巡弋導彈，那還不能讓伊朗屈服。那你想想看，如果說你要這個用這個暗鷹導彈對中國大陸攻擊的話，你要用到多少枚？伊朗你用了900枚，那你最少要用到1000枚以上嘛。因為中國防空武力啊，或者是幅員，或者是基地面積更多，你用到1000枚就要150億美金呢。那你640億美金是不是全部都要做暗鷹導彈？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當然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美國在這方面對中國已經突破了第一島鏈，它要堅守第二島鏈的關島哈，是非常的急迫。那這個也將這個地方列為一個重點，也很明顯看出來，它已經退縮到以第二島鏈為主的一個守勢作戰。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美國在戰略上面的撤退哦，從第一島鏈撤退到第二島鏈。那跟這件事情有沒有關係呢？這個把印太司令部改成太平洋司令部，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另外也有一個說法是說，這樣子做可以更專心的對抗中國大陸。那張將軍又怎麼解讀呢？我認為這是聚焦，就是聚焦到中國大陸。我們看這個太平洋司令部，美國總共有11個司令部，但是地區性的就7個。那太平洋司令部完畢了，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非洲司令部、歐洲司令部，還有太空司令部。你看通加起來，總共加起來有7個。那太平洋是不是太大了？它總共包括涵蓋的這個面積啊，包含水域啊，總共佔了地球的52%，那佔了一半啊。那其他的5個呢？其他6個，因為有個是另外一個是太空司令部，那你這其他5個呢？你這樣子的話，其他我再佔48%，所以太大，它幅員太大了。我認為就不適宜。我們可以從3個角度來看。第一個，從歷史性，太平洋司令部是從20大戰完畢之後，1947年1月1號成立的，
所以它有它的歷史性呢。那在2018年到2026年，我們叫印太司令部8年，那現在要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要改回來了。你就是我認為它有歷史性，因為每一個這個軍隊的番號，它都有它的歷史傳承，什麼什麼部隊，什麼什麼部隊，什麼什麼司令部。你把它改了，變成一個印太司令部，那我以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呢？沒啦，有啊，那就是把它印度拉進來了。那這個方面，在歷史性的這種傳承，好像就沒有一貫性。那把它，我認為歷史性，美國也非常重視歷史，因為畢竟美國建國才250年，所以他非常重視，因為歷史很短吶，是這樣的。第二個，我認為就是剛剛講的地域性了，這個包含了2.72億平方公里，大不大？大，包含了36個國家，人口最多，中國大陸人口多不多？還包括印度，它印度缺一半哦。你不要有太平洋司令部是不包括印度啊？印太司令部以前是拉到那個非洲東岸的，整個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是把印度洋切了一半拉過來，所以為什麼占了50%是這個意思。那現在回到印度洋切一半拉過來，因為印度洋過去那一半很複雜，中東地區啊、阿拉伯海，還有波斯灣啊、安曼海，還有紅海那個地方很複雜的，那個你太平洋司令部不要去管那些，所以它這樣切回來，是這樣。我說有它的歷史性，有地域性，另外不要忘了規模，它規模是占美軍最大的，它占了20%的兵力，37萬5千人呢，在光这個太平洋司令部就37萬5千人，很大的哎，這是美國最大的規模的兵力在這個地方。那聚焦對的是誰？當然是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已經軍力接近，所以你看亞太戰平洋也好，重返亞太也好，現在改為太平洋這個司令部也好，就是針對的中國大陸嘛，這很清楚。但是美國不講，但是大家都知道。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軍撤回來，撤到第2島鏈去這邊。那剛剛盧將軍也幫我們特別看到的是說，那日本現在要自己擔任起了守護第1島鏈的一個重要責任了。所以確實呢，是不是日本也被迫直接被推向抗中的第一線呢？現在日本也趕快來加強它的武裝。那我們來看到日本的最近的幾個動作，包括呢，日本的防衛省近日呢，在這幾天在小笠原群島的南寮島上面正式啟動了飛彈的防衛部署，並且公開展示。我们来看到這2款，第一個25式極音速滑翔彈，第二個25式地對艦飛彈，射程都是落在大約是1000公里左右，主攻的就是海上封鎖跟遠距離的打擊。而且呢，日本最新的這2026防衛白皮書已經很清楚的講了，把中國大陸視為最大的挑戰。日本的背後有沒有美國的力挺？當然還是有。但是呢，最近日本的網友很不滿，就是因為川普講了這一句話。他說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我的頭號粉絲。好，日本網友就說，怎麼可以說頭號粉絲呢？我們不是你的盟友才對嗎？那另外呢，美軍最新呢也在這個日本這邊進駐了他的提豐中程飛彈，射程1600公里，可以打到大陸東部的沿海，包括了北京、上海，被視為是川普在日本這邊再次施加的壓力，對於日本施加壓力給中國大陸。那以川普的個性，日本真的可以算是美國的盟友嗎？那川普會為了日本跟中國大陸撕破臉嗎？接下來日本的角色，漢庭怎麼看？川普稱高市早苗是他的粉絲，沒有說是盟友。那在日本人聽起來，到底日本的地位是被捧高了，還是被矮化跟降低了呢？這翻譯在外交辭令就，你不是我的夥伴，你只是我的跟班。好，你一切的安全收益保證都是我給你的恩惠，這不是你應得的權利。我們之間的地位沒有對等，沒有尊嚴，只有什麼？我對你是上對下的關係，因為你只是我的粉絲而已啊。如果連以色列這樣對美國來說是血盟一般的存在，寄生在美國之上，這個政經圈的以色列，美國現在都可以說甩就甩，那更何況是日本，或者是台灣呢？那別忘了，現在呢是把印太司令改成了太平洋司令。大國政治沒有文字遊戲嘛？為什麼？也包含像先前的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的對話當中，通篇演講就完全沒有印度洋這幾個字都沒有，就通通都講太平洋。為什麼呢？那當然是因為美國的軍力已經沒有辦法投射到印度洋這裡。那印太的概念最早其實還算是安倍提出來的，是安倍呢希望能夠用印太把印度洋跟太平洋綁在一起，而且呢還要結合到了整個南海的勢力。所以日本當時很聰明，透過在南海搞事，把南海當成樞紐，然後把印度洋跟太平洋綁在一起。那川普1.0上來的時候就買單啦，就把印太掛在嘴邊。那可是後來啊，
這個當近年以來的幾場戰爭，包含像是印巴空戰，發現你印度也不靠譜啊，你怎麼巴基斯坦都打不過呢？再加上今年的美伊衝突，發現美國自己的實力也不如人，所以他最後只能夠戰略收縮。那這對於日本來說，安倍當初所提出來的QUAD戰略四邊形就破功了嘛。那日本沒有變得更安全，日本反而呢是被推到了所謂抗中的最前線。日本现在当然也懂啊，所以这些軍事上面的部署，東京在用一種我可以來幫美國爸爸擋住第一波，那來換取美國要能夠繼續支持。但是日本也沒有人敢問，甚至沒人敢回答，那萬一擋不住呢？那萬一萬一美國它的這個保護本身是個騙局跟說謊呢？所以《經濟學人》發表長文講得很清楚，就在日本裡面沒有所謂的 B 計劃，但一面倒靠向美國。有人在問，那這樣好嗎？萬一美國欺騙我們怎麼辦呢？萬一美國不靠譜怎麼辦呢？他們的結論是還是沒有 B 計劃，因為我們要把 A 計劃做到最完美，好嗎？對吧？就是相信渣男，然後呢繼續這個被渣男所利用，那結局是什麼？大家都很清楚。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到的是中美的科技戰在啟動的同時，大陸方面啟動的是它的曼哈頓計劃正式的啟動。好，怎麼做呢？有非常多的手段，包括了延攬前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來推進。針對於艾斯摩爾它的 EUV 的逆向工程之外，中國大陸也自己自建了，包括它自己的光刻機，有用自己的技術，包括了有奈米的壓印技術，還有 DUV 製程一起並進，直猜的是艾斯摩爾的光刻機壟斷體系真的可以做到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我們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看。第一個話題，中國大陸推進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它的曼哈頓計劃。這個曼哈頓逆向做什麼呢？就是逆向的拆解 EUV。那這樣子的話，這個艾斯摩爾還可以掌握完全的霸權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看到大陸也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可以完全繞開 EUV 的技術嗎？真的可以做到嗎？它的技術包括了奈米壓印，還有 DUV 的多重圖案化跟濤定律這一些方法。第三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當美國封鎖住艾斯摩爾，但是中國自己做自己的替代方案的話，未來的晶片供應鏈會不會走向中美兩套自己走自己的兩個模式、兩套標準、兩個陣營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今天要來特別看到的是這個艾斯摩爾如今被推到了中美科技戰的最前線，因為呢，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來自於外媒的報道，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他向艾斯摩爾的高層表達了高度的關切，說啊，你的 EUV 極紫外光機可能已經流入中國大陸了，你這樣子的一個做法是違反我們美國的出口禁令的。而且呢，多名的不具名的美國官員還指控說呢，艾斯摩爾其實沒有非常的配合美國的限制，還涉及到了出口，包括了 EUV 的這些相關的零組件，自己偷偷的賣給中國，說呢，這個是在一個灰色地帶的交易。當然呢，現在目前呢，針對各種的指控，艾斯摩爾已經否認到底了。他甚至還說呢，不可能賣給大陸的原因是呢 ，EUV 的設備大家知道有多大嗎？就如同是一台黃色的一個校車這麼大台。另外呢，我們全球的產量非常的小，而且呢，如果賣給他們的話，還要不停的進行原廠的長期維修，所以呢，艾斯摩爾說我們是不可能有賣 EUV 設備給中國大陸的。好，那另外一方面，華府緊張的事情，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事件之外，還有他看到中國大陸現在正在不斷的進行的他的曼哈頓計劃，就是中國版的半導體界的曼哈頓計劃。好，這個計劃是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爆料，他說大陸啊延攬了這一些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到中國大陸，並且呢已經選定了在深圳這個地方來重建他艾斯摩爾的 EUV 的原型機，用的就是逆向工程。那麼計劃是由中國大陸的政府主導的。
華為來擔任關鍵角色，並且延攬了1000名工程師一起來參與這個逆向工程的計劃。漢庭怎麼看這個中國大陸啟動的這個半導體界的曼哈頓計劃，真的能破解艾斯摩爾的壟斷嗎？魯特尼克又再度的向艾斯摩爾公司關切，那這都展現出了美國的深層焦慮。那艾斯摩爾也講了，就是我們所生產的每一台，然後呢，他們都有掌握，完全沒有賣給一台給中國大陸。那但是呢，美方的匿名官員啊，繼續指控，我覺得你就是偷偷賣給大陸啊。那美方的懷疑有沒有證據？說沒有證據。好，那大陸為什麼這叫曼哈頓計劃？因為在做光刻機它不是純粹的商業競爭，它已經是國家生存等級的工程動員。就像當年美國傾全國之力來集中了頂尖的物理學家、工程師啊資金，搞出原子彈一樣。所以今天誰掌握了 EUV 的供應鏈，誰就握着下一代 AI 算力啊、超算啊、隱形戰機、雷達晶片、高超音速導彈這一切的入場券。所以自然國家都一定要傾全國之力。那現在的大陸突破呢，不是在於僅僅抄一個機器或者是蓋好一個機器，而是要養一整套的供應鏈。EUV 不是單純一個裝置而已，而是一條整個的供應鏈。因為它的不可取代，不是因為它有哪一個秘方，是因為它整合了美德法日荷，然後一大堆的國家的其中的工藝啊，所以才能夠完成。所以中國大陸當前的路徑，它是必須要把每一個項目都慢慢的去給它打分數，每一個項目都慢慢的完成，每一張考卷都要做完。那如果我们問美國靠出口管制守得住嗎？有分幾層。第一個，如果只是說現在的 EUV 不賣到中國大陸，這個已經守住了，因為荷蘭政府受到壓力嘛，它甚至呢連 DUV 都不再賣了，所以這個已經守住。但是如果美國要說要守住，讓中國大陸永遠造不出 EUV，這個大概率守不住，只是時間問題嘛。因為封鎖呢固然是可以拖慢大陸的研發，但封鎖本身也是最好的催化劑。所以從2019年到今天，美國的管制清單越拉越長，DUV 呢也放在裡面了。但中國大陸從來不是說，哎呀，那完了，那我們就雙手一攤，啥也不幹，而是啥，就舉國之力一起來努力，一起來研發啊，有基金啊，可能研究所啦，然後無數人的協作，就是幹嘛？希望要能夠從中突破。那再來第三個，其實真正的戰場已經轉移了嘛。因為不僅是說在硬體的製造，而是在於整個的晶片設計的邏輯跟工程上面的想法已經不一樣了，包含從摩爾定律是不是已經走到了物理上的極限，所以才會有濤定律，或者為什麼像 DeepSeek 它一開始它是透過算力的演算，然後能夠取到迭代，甚至呢是價格的減半，這就是中國大陸在目前物力有所極限的狀態之下，如何改變它的思路，甚至是結構的整層。讓它在還沒達到物理極限，沒有這個機器，但也能夠做到相同的效果。好，一方面是美國很害怕這個艾斯摩爾的技術啊，還有它的設備流入中國大陸，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也說了，我們也不需要一定要這個艾斯摩爾的這個設備來做逆向工程，他們認為說現在也可以靠自己的技術，靠自己完全走不同的一條路來做這個光刻機。所以呢，來自於這個南華早報最新也披露了說，大陸現在計劃的是中國半導體產業一起推動所謂建立的中國版的艾斯摩爾，他們公開喊出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好，有了這樣的一個架構之後，我們就看到各個廠商開始做各自的一個發展。首先，華為剛剛漢庭幫我們講到的，不走這個摩爾定律了，現在走濤定律。那麼靠的是邏輯折疊技術。他說，2031年可以呢設計出1.4奈米同等效能的高階晶片，有助於華為接下來推出它的9030可以做大幅的升級哦，麒麟9030。再來另外一個設備，另外一個技術是另外一家廠商的奈米壓印光刻機的一個技術已經投入產線了，它可以不投射光線，直接靠壓印，不使用 DUV。最重點來了，就是它的單片成本竟然只有傳統這種 DUV 的1/10而已，這個也是美國比較擔心的事情。再來就是深圳的新凱來了，新凱來也講了一段時間了，他們說他們的 DUV 的曝光技術可以結合自對準4重圖案化，可以推進5奈米製程。厲將軍怎麼看目前中國的各種規劃？我覺得美國商務部長這個突然會對艾斯摩爾提出關切哈，甚至於
他們懷疑是不是艾斯摩爾有將這個機器這個，當然艾斯摩爾的說法是說我沒有整台賣給中國，可是你會不會把裡面的很重要的一些關鍵零件然後推銷給中國？那為什麼美國會有這種擔憂、有這種顧慮，會做這種關切呢？我覺得跟最近華為推出來的新款的手機 Mate 80。Apollo Max 有關它用的就是零件，它用的晶片就是9030的這種麒麟9030的這種處理器那它的效能已經，它原來的效能是用 N+2，也就是7奈米的效能，我們都知道了嘛 ，Mate 60已經是7奈米的，那它現在更进一階，用到 N+3的這種處理器它到底是幾奈米？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正確答案，不得而知。可是我相信這一定是比7奈米的晶片更為精進。那因為中國自己華為有了这個7奈米以下更先進的晶片已經做出來的話，那當然會引起美國這個商務部長的擔憂那現在我們要知道，那你用艾斯摩爾用這個原來的這一套的思維邏輯來卡中國的晶片的發展，但是中國一定要想辦法超車嘛。我覺得它是齊頭並進，好多的步驟同時在做。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它的曼哈頓計劃，我去延攬一些艾斯摩爾退休的工程師回來以後，然後另一項工程把原來我已經有的這個 EUV 把它拆解開來，一步一步一動一動的來研究，這是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就是我們講的用奈米壓印，其實奈米壓印不是新的技術，你知道，它是在1995年的时候，這個有一個中國的科學家在日本的時候，他已經研發出來，而且日本的這種佳能Canon 它已經有這個技術了，所以它不是新的技術，它只是繞過光刻機的方式，它不是用光刻機，它用壓印。我們知道光刻機我用照相，當然可以照出這晶片的圖案，那我用印的一樣也是可以嘛，但是印的當然有它的缺點，第一個就是說你會不會那麼精準的每一個印都印到你的定位上面？畢竟來講，晶片都是以奈米級這個極小的差距，如果說有一點誤差的話，可能良率就會差很多。第二個，你下面那個模板可能按過幾次以後，它會不會就模糊掉了不準第三個，我覺得最重要的，為什麼日本 Canon 做出來以後，後來沒有繼續推廣？因為你要換新的技術，可能你會有很多的風險，你必須要承擔那種風險。那我已經有已經有這種EUV 照相的技術，我是不是要另外去建立一套的這種壓印的技術？但現在來講，中國你不讓它有 EUV， 它就必須要在這方面去精進這個壓印的技術嘛。所以我覺得這是中國突圍的一種方法。第二種突圍的方法這個應該說第三個突圍方法就是 DUV， 我用多重曝光的方式，就是我照一張相，比如說我要照一張美女我照了第一張以後，我把它再放大，再照第二張，再把它放大，再照第三張。那當然跟解析度有關，最後我可以看出来美女耳環上面戴的項鏈是什麼品牌的上面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我講的就是晶片可以做的比較小。那當然這方面可能你的就會牽涉到你的良率因為就像是我們照相的問題一樣，如果說這個你不斷的放大，如果你解析度不夠的話，你可能良率就不會有這麼好。可是這也是突破的方式，所以我認為中國在這個半導體的這個產業方面來講的話，它會尋求不同的這種管道，從壓印技術到 DUV 多重曝光到曼哈頓計劃等等來講的話，甚至於它從理論上面改進它的超定律的理論從這個摩爾定律改成超定律，說種種方面，它都想辦法來突破，也就是這些才會造成美國商務部長他的擔憂。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祭出了非常多的各種的技術來突破跟這個艾斯摩爾走完全不一樣的路。那另外一方面，當然現在大家最在意的，也在看的就是它的良率能不能跟上，這也是它目前在努力的方向。那所以接下來，請問這個張將軍怎麼看？美中未來會走自己完全的各自的一條路嗎？您怎麼看？我認為先會各自走各自的路，先分流再整合，一定是將來的兩套系統，就跟我們講的 GPS 定位跟北斗定位。你要選哪一個？對不對？那到時候你也可以講，我要兩個都要一起的互相校正啊，兩個一起抓在一起，這個也可以，這個就是整合啦。是。那現在原則上是先分流，因為中國大陸具有3個優勢。第一個，它的產品呢具有價格優勢，我們就聽到什麼白菜價，就價格優勢嘛。因為供需決定價格，價格也決定供需。你價格越便宜啊，你賣的越多，
因為你貴就物以稀為貴嘛，那你就賣的就少了嘛，就是這樣。那換掉中國大陸具有價格優勢，所以我們講的產能過剩，因為產能過剩就便宜了。為了中國的這個我們講的能源新能源車啊，就是那個電動車啊，為什麼是席捲？不便宜啊，你就同樣價格，我那邊內裝比你好哦，那就價格大家就喜歡就偏好了嘛，因為消費者是有這方面的選擇上的自由嘛。那大疆無人機為什麼市占率占全世界占70%？那就便宜啊，你要不要？你美國同樣一個規格的，就是大疆無人機的3倍價格，你要不要？你要買美國的，那可以買大疆的那個3架，你要不要？那大家就會了，就是有2/3可以省下來，你幹嘛不省？消費者一定站在一個經濟的角度來購買這些物件嘛。第二個，中國大陸有市場優勢，中国大陸14億人市場，現在非洲也有14億多人，那28億人了。東南亞有將近7億人口，哇，加起來30多億啦。印度這14億哈，要用美規還是要用中規？到現在為止，你說用美規，我說不見得哦。印度我好像在做戰略調整哦。那換句，印度是15億人口，14億多了，我們就是4捨5入就15億人口，那就加起來不是這市場就出來了？人口市場啊，你知道市场越大啊，單位的成本就越低，因为你做得多嘛。我们叫做報酬規模是這個意思。所以這個市場優勢，我認為就是人口優勢，將來會慢慢凸顯，因為大家都慢慢都會有消費能力。你看以前的時候是貴族階層，現在不要了，普羅階層也可以買啊，是不是這樣？第3個優勢，我認為是這個普遍的優勢。我們知道這個匈塞這個鐵路啊，350公里，匈牙利到這個塞爾維亞，這麼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鐵道工程啊，那你現在亞萬高鐵，印尼的這個雅加達到萬隆是印尼的第4大城，這時速那個高鐵的時速350公里，也是中國大陸為什麼做軌道工程嘛？所以中國大陸這樣子的話，將來會我們講的普遍優勢就會出來。所以3大優勢，我認為會分流，以後再整合再說了。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在軍事面，我們來特別關心的是美軍的6代機，難道是抄中國大陸嗎？今天特別要來關心到的是 F-47哦，它壓抑呢，現在說呢，它要學中國大陸做壓抑嗎？打臉了西方原本說不該做壓抑的這個說法。另外，今天也會關心到的是，包括了殲36、殲50神速的在迭代，美國方面被甩開10年了，還在畫 PPT， 怎麼回事？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好，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呢，大約在10年前啊，殲20首次公開的時候，西方媒體就在笑這個中國大陸的殲20，他說呢，你有這個壓抑啊，就是一個最大的錯誤。好，這邊等一下張將軍會特別來幫我們解說這個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是錯誤的一個設計呢？理由很簡單，他說呢，有這壓抑等於是你會破壞了你的匿蹤功能，增加了雷達反射的面積，所以他說呢，你中國大陸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做5代機的設計。結果沒想到我們來看到最新 F-47出來了，是第6代的戰機曝光了，竟然說接下來會使用壓抑的設計，等於是倒過來要學中國大陸嗎？是怎麼回事呢？未來中美6代機設計誰更加符合下一代的空戰趨勢？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壓抑啊，當初美國的坐飛機的工程師有講的說壓抑是累贅，你甚至說壓抑是垃圾。那我認為不是，因為按照這個氣動力學啊，你這個壓，我們平常是後面的有水平尾，但是後面水平尾啊會受到前面機翼的干擾，你這個氣流是從機翼下來到後面的水平尾，所以但是你把它放在前面，你就不能壓抑。那這個壓抑呢，它這個按照這個例句來看的話，它會比較靈活，它是為了靈活，所以有個壓抑，有個小翅膀，它就比較靈活。那現在美國這 F-47設計啊，也聽說要有壓抑了。那有壓抑，我認為對這匿蹤的這一方面啊，我認為可以，它有塗料，它這個壓抑也不大，跟主翼面積來，主翼面積才大，它的反射你塗料才要多啊，但是壓抑不大，但是它問題可以讓它飛機的靈敏度哦更靈活。因為我們飛機要看到2個中心，第一個是飛機的重心，任何東西都有重心，抓重心剛好中間就把它都拎起來。另外一個是空氣動力中心，不一樣，這2個會形成一個力矩力臂，就造成飛機的俯仰還有滾轉，
這個就是很重要，就是空氣動力中心跟飛機的重心越近越靈敏，但是在有時候也不能太近，太近的話造成飛机有时候会失控，太灵敏了，沒辦法，太遠笨重，飛機好笨重哦，那你太遠了會造成這。所以為什麼叫4兩撥千斤？因為就是這個力矩跟力臂的問題。那個美國，我認為它慢慢會向中國大陸挑戰第一個雙發動機。你看殲20、殲16，這個包含這個我們所說到的這個梟龍戰機，除了殲10是單發動機之外，其他都是雙發動機啊。為什麼？安全。所以美國可能在 F-17雙發動機，為什麼？美國 F-16單發動機，出事情。美國 F-35單發動機，你也常常，哎呦，怎麼常常出事情呢？單發動機啊，你一個發動机有問題，那飛機就沒有升力了，沒有推力了嘛，是這樣。第二個，中國大陸可能在發動機上面呢，已經逼近到美國的角度，因為比如說他現在的要換涡閃15，從涡閃10換到涡閃15，推力出來了，已經到了3萬磅。那換句話說，已經逼近美國的這方面的標準，這是冶金技術。因為在這個發動機大概1500公斤到1700公斤，但是它產生的3萬磅將近是15公噸，3萬磅就是大概是就15000公斤啊，你大概2磅算1公斤嘛，就是15。所以它的这個本效比，就是我這個推力推重比，推力跟它的重量比，將來已經到達9多了，就是9倍。是我的推力是我發動機的9倍，所以中國大陸已經逼近了美國的水準，最先進的。所以他為什麼我說他為什麼要從渦閃10換到渦閃15，就是換推力更大，將來載油還有載彈量更多，航程更遠，是因為這個樣。所以發動機的這方面的技術，中國大陸如果美國再不超前，美國再不保持領先，我看在這過幾年，中國大陸可能在發動機的技術可能會超越美國。好，這個是我們看到它的這個中國大陸的戰機不斷的精進自己在這各方面的技術。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呢，美國媒體報道說，最新說中美2個國家的6代戰機，他們差距達到10年，這個說法成立嗎？等一下，請酈將軍也來幫我們看。我們先來看到目前就6代機的發展，中國大陸的殲36來對上 F-47，到底現在各自的發展速度如何？先來看中國大陸的殲36，好，在2024年它有2款，2025年它有第3款出現了，然後很快的2026年呢，它的殲36的原型機就已經開始曝光它的編隊了，然後開始做測試，這個高頻率的測試。再來看到美國方面 F-47呢，它預計最快2028年首飛，然後呢，發動機可能要延後到2030年初，這是我們得到的這個最新的一些數字哦。那波音公司也秀出的影片，被美國網友笑說，這比較像是生成動畫，不像是一個戰機哦。軍事網站，這個是美國的軍事網站《軍事觀察》雜誌斷言，解放軍預計2030年就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裝備6代戰機的軍隊，但是美軍會落後10年，到2040年才可能完成。這個說法，酈將軍如何看？確實是如此哈，這不是說這個隨便亂講的，而是要有依據才能說出為什麼解放軍在2030年的時候，它6代機就可以成軍。那我們要先看這個以解放軍上一代的不是這個之前的殲20，它整個成軍的速度，從一架飛機從研發哈到最後成軍，殲20是在2011年的時候首飛。那時候首飛哈，那它首飛之後，它要經過幾次的試飛、修改啊、造型啊、試飛。那等到每種造型我都這個修改過以後，造型我都每一個都來飛。那時候用了多少時間呢？用了2年多的時間才完成試飛哈。所有原型機多形式的原型機在試飛，試飛完以後6年之後成軍哈。這是殲20。那我們現在來比照這個解放軍現在不管是殲36或者是殲50。那現在我們講殲36好了，它在2024年12月26號第一架原型機公開試飛，到現在為止14個月，它已經是第4架原型機試飛。這個它有做第一架出來跟第2架有做部分的修改，一直到第4架都有做很多的修改。譬如說，
它中間修改哪些？比如說进氣道哈，我修改我的进氣道，讓它隱身性更好。然後第二個噴嘴來講的話，改成2元向量的噴嘴，讓它可以有更高的動力。如果說打完仗以後可以更快，可以脫離戰場速度。第三個，我們知道它輪子有做排列嘛，原來是2排並排的，改成前後並排的輪子排列。那最後它襟翼現在新款的第4代出來的話，我們看到它的襟翼風隙比較大，也就是它的機動性會比較好，當然或者是隱身性會稍微差一點，因為所有飛機製造本來就是在各種的要求之中取得一個妥協啊。你就像是我們剛剛講的襟翼來講，可以當操控性、機動性會比較好，但是對於隱身性就會比較差，因為你在前面那麼大一片，對不對？這個雷達反射面積就會大。那如果說這個歼36，它總共只用了14個月，已經第4代出來了，尤其是最新這個。殲50來講的話，我今天看到一個最新的殲50在試飛的影像，他在做什麼動作呢？他在做放油的動作。我想是張將軍就知道，新的飛機你測試一定是這個一定要做放油這個動作，也就是說我飛到天上去，萬一我需要迫降或幹嘛，我要將我肚子裡面的油放掉，我才能夠繼續再飛嘛。所以他連這個動作殲50已經在做了。那昨天我看到殲36還有一個最新的一個影像是什麼？他帶着殲20還有2架攻擊21一起在飛。所以它已經不是單架飛機在飛了，它已經是整個機隊，整個第6代的機隊，包括無人機，包括有人機，包括到5代機一起在做試飛。所以大家依據這個速度來估計來講的話，它在2030年成軍的可能性是很大。但是反觀美國到現在 F-47只看到他嘴巴在那邊講，可是事實上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架原型機在試飛。如果按照這種速度，真的是要成軍的話，我覺得2040年真的是都還打上一個問號。好，這個是這個美國媒體給的數據2030年最快中國大陸的6代機可以成軍。那我們剛剛也看到嘛，1年之內中國大陸可以推出多款的它的這個6代戰機，其實跟這背後的工業能力也有關係。不管是掌握這當中的供應鏈啊，或者是發動機啊、材料、量產能力，其實都有關係的。那同時間，美國還是不斷的在等它的發動機哦，這時間上面就可以看出效率的不一樣了。漢庭怎麼看？不覺得很感動嗎？不過也就是在80年前、70年前，我們對日抗戰的時候，外國人的飛機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說炸就炸，炸完就跑。現在外國的飛機還敢過來嗎？過不來了。美國的6代機項目官方名稱呢，是這個 NGAD NGAD。那原本的劇本呢是2024年要簽約，2030年初代要服役，單價撐死要在2億以內。那結果現實啪啪打臉，1個字。貴，而且不是貴一點，好貴，一架可能要3億美元啊！而且呢，整個項目算下來會成為一個吞金巨獸。那同時你又還有別的項目也花錢，所以在2024年8月，空軍部長直接說：“哎，我們暫停啊，再重新研究，因為呢我們造不起啊，而且也不知道造出來能不能打贏啊，所以先等等。”那有趣的呢是其他的，是說美國啊，它軍火商的制度就注定讓它快不起來。因為它有一個成本加成本，是一個合法拖延賺錢的制度。因為它用的是如果我按時交貨，那我的利潤是固定的。那如果我交貨拖5年，我可以多報這5年的人力、場地、管理費用，我還可以動不動就找國會哭窮，說我通貨膨脹啊，要補貼啊，總利潤反而可以更高。所以 F-35就是鐵證啊，本來呢是2010年就要全面服役，硬生生拖到了2020年啊，還沒有去整理完畢啊，哇，還在生產呢，而且總成本從當初的一架2000億漲到了1.7兆，那落馬呢從頭賺到尾，所以 NGAD 也完美繼承了這個基因。那我如果快速研發、準時交貨，我就賠錢呢，我沒錢賺了，那我就跟你拖，越拖越久，幹嘛呢？我每年都可以額外的成本都來跟政府報，反正政府全部都会給。而且這一次美國的6代戰機啊，給波音而不是給洛馬，也不是靠着技術，美國的這個國家期刊就直接說，完全是因為政治跟產業的因素，覺得如果繼續給洛馬公司的話，擔心它一家獨大。